这次旅游买了冈山进大阪出的虎航特价机票，今天要往大阪移动了。前天吃了这家的三明治，发现真的很好吃，今天再买一次当早餐。本来没有安排到姬路玩的，因为听说未来姬路城的参观费用要涨4倍，刚好我们移动用的 JR Pass 也能坐新干线到达，所以就来去好好的玩一趟啦。山阳新干线如果带大行李，记得要预约包含行李放置区的座位哦，不然有可能没有地方放，还会被加收费用。到达姬路站，这台 JR 500型新干线是我们认为最帅气的列车，没有靠站的新干线，超快超震撼。车站大厅就放了一个姬路城的等比缩小模型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姬路城了。站里也有展示一些当地的文化活动。这个是兵库县每年10月14日与15日举办的贪之轩华祭用神鱼。这个祭典又称为打架祭，参加者会用神鱼互相冲撞。举办地点在白滨之宫站的松原八幡神社。这个神鱼真的超级华丽。发现纪念章，在姬路站获得姬路城纪念章。一出车站就直直的看到前方的姬路城了。上次来这里已经是9年前了，整个站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车站旁边有观光案内所，这就表示这里高几率有纪念章。发现这里竟然一次有4个章，真的让我盖得心花怒放。这是白鹤，馒头。可以从旁边的玉信通路商店街边逛街边散步到姬路城，地上有3D 图片可以玩。同一条路再往前走一点会变成本町商店街。这一区非常复古，不论是街区还是商店，都有个昭和风格。到大手前公园这边就离入口很近了。姬路城是我认为最美的日本城，因为洁白的外墙，所以又有白鹿城的美称。这个护城河上的桥是鹰门桥，过鹰门桥后，这个是大守门。看到世界遗产姬路城碑，就正式到城郭内了。在姬路城三之丸广场这边也可以好好的拍照。往天守路上的这个小径两旁都是樱花树呢。樱花季时走在这里应该会心花怒放吧。
这时间虽然没有樱花可以看，但也有满炸的紫阳花。买票入城啦！每人1000日元。听说未来要针对外国人涨到4000日元，真的是吓死人的消息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超美的白鹿城。现在多了置物柜可以使用，大中小3种尺寸，最贵的300日元。把背包寄在这边好了，待会儿逛街没负担。空间不算小，我们2个背包可以塞在一起，还不算太满。搞定。我们一边走一边了解一下姬路城。姬路城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及国家特别史迹，也是日本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原始的姬路城没有史料明确记载修建时间，目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播州诸城交替连绵之际中，指出赤松真范为最初的姬路城城主，他在此居住4年后于真和5年离开。所以最早有记录的姬路城就是1349年，至今也将近700年了。这些年间经过历代的城主增修，最后成为现今大致上的样貌。二战时发生多起损毁与失火，但主城奇迹式的没有重大损伤。1928年指定为历史遗迹，1931年天守阁被指定为国宝，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然后在2009年，日本政府开始对姬路城实行古法重整维修工作，全部的维护工作在2015年完成并对外开放参观。这个二之门是姬路城防御力最强的城门之一，整个城门用铁板覆盖，强度高外还防火。天花板刻意做得很低，不过对我没有影响。姬路城是现今日本保留度最为完整的城堡，与其他城堡不同的是天守的内部保留原始的样貌，其他很多都改成博物馆的形式了。叫我注意头顶，但我是小矮子，不用注意啊。这个老石据说是丰臣秀吉筑城时，一位贫穷阿婆捐献了她宝贵的石臼，所以叫做阿婆石。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逛到天守里面吧。进入水舞门后就是室内区咯，从这里开始禁止穿鞋，会提供塑胶袋让大家把鞋子套上。从最底层慢慢的往上走，有6阶加一个地阶，共7层楼。角落边有个暗暗的小房间，是武器库。到过许多日本的城堡，最喜欢的还是姬路城。
因为这个天守内部还是保留原始的样貌，整个结构与建筑细节都能近距离观赏与接触。为了营造良好的动线，每一层楼有一半是往上的路线，另一半是往下的路线。正宗。在这个小角落的窗户外，可以直直的看到大手前通，就是出 JR 车站时那条可以直直看到姬路城的大马路。快到顶楼了，这层的空间就变小很多了。路上都会看到这个，应该是放武器的架子吧。可以看到大天守旁边的广场，这边是拍整个姬路城大天守的好地方。其他角度可以看到姬路城的屋檐与虎眸。姬路城的虎眸也是灰白的银色，真的很有一体感。到最上层咯，刚好碰到校外教学的学生，一时间超多人的。最上层这边有个小小的神社，这个神社应该就是跟姬路城整修完后一起建立的。这里可以看得蛮远的了。出口从另一个阶梯下去。往出口的这边可以参观的地方比较少，为了方便离开，每个往下的阶梯都离得很近。在参观的路上都有这个特别景点的标示，有个写着 AR 的手机图标。使用的方法是用手机下载姬路城大发现的 APP， 开启 APP 后将相机对着牌子，
就会出现相关说明或传说与小故事。像这个就是宫本武藏自退妖怪，是关于宫本武藏在夜间守护姬路城，然后吓退妖怪的故事。最后出现一位美丽的姬路城守护神刑部明神向他表示感谢。这个挂武器的架子也有影片解释与说明。这真的是武士挂件。武者的暗房是个可以躲人的密室，武士会躲在这里面。最后会从东小天守这边出去。这区会有一些文物的展示，关于姬路城的鬼瓦与其他特别的城瓦。还有个江户时代的姬路城模型，看起来真的很繁华呢。完完整整的绕了一圈啦。大天守旁边这个广场最适合与它一起合拍了。这边有姬路城的小故事，故事是说樱井元兵卫负责修建姬路城，工程也顺利完成，但事后却发现姬路城的角度好像不对，妻子也跟他说姬路城是歪的。原来姬路城盖歪了呀！后来日本重新整修姬路城时，发现其实是底下的基石歪了，所以姬路城盖歪不干木工的事，为元兵卫哭哭。大家有来姬路城玩可以比对看看。整个城郭的范围很大，今天来太晚了，很可惜没有时间去逛别的地方。离开前要记得拿寄放的包包。出口处有纪念品店。就是这个，9年前来的时候买了一包，超级好吃，想不到现在还有在卖，这次要买2包。当然还有其他的纪念品，光姬路城的缩小比例模型就好几种，也有姬路城点心。木质的印章，每个面都有不同图案，蛮漂亮的。姬路城的水沟盖吊饰，这2个我喜欢，买咯。这座白白的日本城真的超级美，很推荐大家来这边一次。
再见罗基路城，我要去吃饭啦。回到 JR 车站这边有一家幸福屋。这是家卖日式定食的平价餐厅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吃这家。这个整只炸虾看起来真不错。汉堡排的做法也跟一般用煎的做法不同。点了一份蔬菜和风汉堡排定时。另一个就无悬念的点了这个炸整只虾定时，超大只。上桌时吓了一跳。副餐的通心粉沙拉好吃。这个很好吃，虾子新鲜又大只，味道浓郁，肉质 Q 弹，超乎预期的好吃。这个汉堡排煎熟后，再跟其他食材一起煮过，第一次吃这种做法。里面还有南瓜与炸马铃薯。另外放上萝卜泥与葱花，再淋上日式酱汁。尝试后发现蛮普通的，没有到很爱。跟一般烤的汉堡肉不太一样，跟铁板的那个不太一样。倒是炸虾的小菜秋葵出乎意外的好吃，直接放到白饭上来一口。准备离开基路罗，再见啦，基路城。希望门票之后不会真的涨价到4000多。